大家好，我是看片家咖啡。这一集我要讲一讲关于个人将樱木奈惠全部作品从头到尾完整看完后的观后感以及个人评价。首先介绍一些关于樱木奈惠的个人背景信息。樱木奈惠的日文名字念作 Sakuraki Nae， 生日未知，职业生涯是从2020年到2022年，身高是145公分，三围是82、56、84，罩杯是 C Cup。下面介绍关于樱木奈惠的职业生涯。2009年12月，樱木奈惠发表出道作 MIFD 141，正式宣告在日本 AV 界出道。2022年1月，樱木奈惠发布最后一部作品 NHDTB 621。下面是我的观后报告。樱木奈惠的全部作品我都从头到尾完整看完了，一共有12部作品，其中8部单体作品，包括3部素人片、1部 FC2 无码作品、4部与其他女优一同出演的合演作品。下面是关于樱木奈惠颜值和身材的分析。樱木奈惠的个子比较矮，所以显得整个人给人的感觉比较敦实，但是实际上她的身材算不上是胖的，四肢和躯干都显得比较肉，腰腹也不算是纤细的，但是也没有过多的赘肉。C 罩杯的胸不算大，她的腿有一点 O 型腿。颜值方面的话，樱木奈惠的眼睛我个人觉得很好看，双眼皮，眼睛散发出温柔的目光，有一种含情脉脉的感觉。脸的话就是方形脸，而且两腮的肉比较多，不化妆的话整个脸有点像是男性的脸，但是她化妆以后脸就变得比较精致。接下来讲一讲樱木奈惠在不同作品中的影视形象。樱木奈惠首先是在片商目的日出道的，其出道作是 MIFD 141的新人系列，但之后就是在各种小片商拍摄作品了，例如在片商 Hyoko 拍摄的 PIYO 113的迷你关西娘，在片商无垢拍摄的 MUDR 148的宅配少女，其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素人片了，包括 OREC 865的女大学生、GANA 2451的美少女、SIRO 4428和 OREC 783的素人。最后樱木奈惠还有一部 FC2 的无码作品 FC2 20433374的贫困的学生。从其整个职业生涯上来看，樱木奈惠并没有得到日本 AV 片商的垂青，在他的出道作发布之后，基本上就只能游走于各家小片商以及素人片商，而到了职业生涯末期，他就只能接到和一堆女优共同合演的作品。只能说在日本 AV 业界，竞争真的是比较残酷，想要在这里立足，真的需要有身材和外貌方面的天赋。最后，关于樱木奈惠的个人评分总结。个人对于樱木奈惠的评分，我会给在 8.0 至 7.5 分的区间内 A 减级别。原因是樱木奈惠作为 AV 女优，她的形象定位感觉有点微妙。145公分的身高算是非常迷你类型的女优，但是她又不是走萝莉可爱的路线，而且说实话，她的脸也不是萝莉的脸，这就打破了观众预先设定的个子矮必定是可爱萝莉的认知，然后造成了她在自身角色人物形象设定上的困难。在一些素人片子中，她化了妆加了滤镜之后的精致面庞，确实让我感觉到眼前一亮。但是事实上，她的外貌和身材水准很难走，颜值美人的人物设定，并且她的这种方形脸也非常需要通过找镜头角度和化妆来掩盖她的偏男性化脸型的短板。她偏矮的身高加上粗短四肢和不太突出的上围尺寸，导致她在身材上没有突出的记忆点。虽然她有那种身材上肉肉的可爱感，但是樱木奈惠她的这种形象上的定位不清晰，导致其在展示自身魅力上很难有好的展现。如果你是喜欢比较肉感的萝莉身材类型的观众，我会把樱木奈惠的作品推荐给你。樱木奈惠的从出道到隐退全部作品，想要看完和收集的难度，个人认为是简单。所有作品在网络上都能很容易找到资源。以上就是我个人对于樱木奈惠全部作品看完之后的测评。希望大家看完记得点赞和关注，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下讨论。有希望我做某一位女优的全部或者部分作品的观后评价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支付宝赞助抖内来置顶下一期的测评视频，谢谢。